你好，我是莹莹。相信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都不乏会看到移工的这个踪影在你的周遭出现。90年代出生的孩子呢，可能都还会记得啊，有一段时间呢，有许多的这个中产或者是小康之家呢，都开始从印尼聘请家政工到家里来帮忙。有不少人的童年呢，或许都有着卡卡的影子，我家是没有啦哈。那早在11年前啊，新加坡的导演呢陈哲艺呢，就曾经以自己童年和菲佣一起生活的这个经历为灵感，拍出了《爸妈不在家》这部电影。那时候呢，还获得了包括金马奖在内的许多国际奖项。那么除了嘎嘎啊，在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场景当中啊，小贩中心啦、装修工人呐、社区保安啊，我们都会遇到呢，从不同的国家来到马来西亚，马来话带一点点腔调的这一些移工。那么根据我国统计局的这个数据啊，截至2023年的7月底，大约有300万的外籍人士是居住在马来西亚，占了我国3340万人口的8.9%，比我们国内的1亿同胞人口还要高。然而，和我们在同一片土地里面生活的这些移工们，你对他们的了解又有多少呢？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来到马来西亚？他们来自一个怎么样子的环境？他们都很可怕吗？还是他们都很可怜呢？今天呢，我们荧光笔工作室呢就要带大家来认识这些移工。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马来西亚的移工呢，主要是来自印尼、孟加拉，还有缅甸、尼泊尔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他们呢，大多都是从事这3D 工作。什么是3D？也就是 dirty、difficult， 还有 dangerous。估计呢是占了马来西亚劳动力的15.3%，为马来西亚还有他们的国家做了很大的经济贡献的。那我们的观众当中呢，有很多90后、00后，还有10后。移工呢出现在马来西亚的时间呢，可能比你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间还要久哦。其实呢，如果我们要向前去追溯的话，我们之中啊有许多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呢，都是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移工，中国啊、印度啊等等。不过呢，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并不把独立之前的移工算进来，我们从独立之后开始谈起吧。1980年代的时候呢，马哈迪啊，没有看到马哈迪这支影片的朋友，记得要去看啊，他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80年代，马哈迪第一次执政开始就推行涉及建筑还有汽车制造的这个重工业化计划。我们国家的这个工厂数量呢，就因为这样子呢而剧增，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呢来配合不断扩张的这个市场。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政府呢是鼓励乡村地区的马来妇女走出家门到工厂去工作的。但是呢，很快的乡村人口呢就补不了这个不断扩张的这个市场，和周边的国家相比呢，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口并不多哦。1980年的时候啊，马来西亚的人口占当时东南亚人口近4%而已。那么来到现在啊，即便我们加上了移工，我们国家的人口也只是占了东南亚人口的大约5%。所以呢，其实我们的人口呢真的是算非常的少。于是呢，我们就开始呢从周边的国家引进这些劳动力，好让这些产业呢能够持续的运转。到了1990年代，大约有200万名注册的移工进入了这一些行业。移工受雇主欢迎的这个最大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低廉的薪资。但是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些工作呢，的确是找不到愿意来做的本地人。马来西亚的失业率呢，仅占3.4%左右，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劳工市场啊，其实是非常的饱和，大家呢其实选择有很多，并没有那么 desperate 的想要去找工作。很多的跨国公司呢，会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呢外包给本地的一些中小型企业。而他们的流水线薪水啊，其实比起法定的最低薪金1500令吉高，但是呢，这对本地工人来讲呢，还是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呢，业主呢就只能够向币值比较弱，也就是钱比较小的国家引进雇佣这一些外籍劳工。而如果我们找不到劳工短缺的话呢，这些制造生意呢，其实就会流失到越南啊、印尼等等其他人口充足的东南亚国家去接手。疫情期间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移工就因为失业而回到他们的国家。
等到经济回暖的时候呢，我们却面临了找不到人手来工作的情况，人手不够呢，就会导致很多的商家没有办法准时交货，这样子呢，就会眼睁睁看着生意机会流失，对国家也是一个损失。那为了减低对移工的依赖啊，各界政府呢，其实陆陆续续呢都有缩小移工工作的这个行业。现在呢，就只剩下了制造业、种植业、农业、服务业。服务业里面呢，又包括了有饮食业，还有保安，还有家政工作。2016年的时候啊，政府就规定要将马来西亚的工人还有移工的这个比例呢，在2022年的时候调整至80:20。不过，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没有了移工，这些工作要由谁来接手呢？本地人还是机器？那政府和业主们呢，好像都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这个替代方案来接轨。于是呢，这项规定啊，其实就从2022年搁置到2024年的12月推行。比如在2020年的时候，新冠疫情爆发嘛，那吉隆坡市政局呢就禁止批发公司、公共巴士还有这个小贩呢聘请外籍员工，只能够聘请本地人。但是呢，在巴士工作呢是一个非常重的体力劳动，要在半夜工作，还要搬运货物，就让很多的本地人都吃不消。当时呢，中国报记者呢就到吉隆坡批发公司走访一圈，就发现呢有很多的批发商啊，每一天都在征人啊，都还是请不到人。就算是请到了，流动率也非常的高，因为没有什么人能做超过2个星期。这时候呢，有一些人才发现啊，移工早就成为我们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少了他们啊，其实有很多的产业还有生意呢就没有办法运转了。那我们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注意看看这个规定有没有什么进展，因为2024年的12月就很快就要到嘞。其实呢，有很多移工呢来到马来西亚打工啊，就和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很喜欢去 New Zealand 啊、Australia 啦、working holiday 啊、做采苹果啊、清洁工这种体力劳动呢是同样的道理来的。这些薪资吸引不到当地人，但是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1年的体力活就能够赚好几倍的钱，是很有吸引力的。本来呢这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劳动力空缺解决了，移工们也赚取了对他们而言是丰厚的报酬 ，win-win， 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问题就是，从他们的家乡到工作岗位之间的这一条道路，其实并不是一条明亮而直接的道路，其中呢，比许多的人想象中还要崎岖，还有阴暗。去年的12月的时候呢 ，TikTok 上就流传着一个这样的短片，掀起了网民的热议。短片的场景呢是在柔佛边加兰，有171名孟加拉男子呢，一个接一个的在马路旁边行走，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人龙。上传的网民就写了一大段的文字，说啊是现在啊我们国内充满了很多的外来者啊，很担心这些移工呢会影响了当地的这个治安。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些移工当时徒步了10公里，正是走路要到警察局去报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啊，有很多的移工呢来马来西亚之前呢，他们是需要给当地的 agent 呢1到2万令吉的这个中介费，这对他们来讲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数目。不要讲他们啦，其实对我们这里本地人来讲，很多都觉得这个数目都不小。不过呢，因为看在啊来到马来西亚之后，他们的薪金呢是比起他们的家乡多上好几倍的份上，所以呢，很多人啊是抱着破釜沉舟的精神，四处去借钱，希望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呢，可以多赚一点钱来改善自己还有家人们的生活。所以啊，其实他们还没有开始赚钱，就已经背负了巨额的债务。那这个171个移工呢，他们其实就是支付了中介费，从合法管道入境。抵达了马来西亚之后呢，却发现没有工作。他们有一些人呢，刚刚等了这个3个月，有的人甚至还等了6个月，最后实在是等不下去了，才决定一起去报案。按照正常的程序呢，要把移工申请过来，申请者呢是必须先证明他们经营的生意是合法的，并且是真的需要移工。那为什么会有人把人请来了，却没有给他工作这件事情发生呢？当今大马的这个调查就发现啊，有一些本地的中介通过假的文件，就申请了大量的配额，再将这些配额中的移工呢贩卖给其他的公司或者是中介。而那些把移工带来马来西亚的当地中介当中呢，也不在意那一些工作机会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反正呢，他们只要拿到中介费，就能够把越多人带来越好。那这些黑心公司还有中介赚钱的机会呢，其实就是从市场转移到这一些劳动力的身上，于是呢，才有了刚刚我们在 TikTok 上面看到的这一支影片。移工徒步事件的后续是怎么发展的呢？是负责移工招聘和分配事务的内政部和人力资源部决定联合行动，将把涉案的雇主列入黑名单。
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还说啊，任何被引进大马的员工，即便是没有被分配到工作，其实雇主也是必须要支付他们薪水的。而农历新年的前几天呢，也传出了好消息了，这一些移工们呢将获得被拖欠已久的薪水，并且被安排到新雇主的地方去工作。其实去年2月的时候啊，首相安华呢也曾经提出呢要废除移工中介费，少去中介，那么雇佣移工的这个费用呢就可以减去80%，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以减低企业的这个营运成本。也能够让移工们呢不必再背负很重的这个债务，掉进这一种现代奴隶制的死循环当中。不过呢，这个政策呢暂时是没有下文了啦。那在这里呢就要问一下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说这个计划还会不会有后续啊？好，那希望这一件事情呢曝光之后呢，可以把其他隐藏在暗处的剥削也能够多多的被关注和解决，有所改善。2023年呢，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贩卖人口报告当中，马来西亚呢从前一年的最低级别第3级当中升回到第2级的观察名单里面。虽然呢，打击人口贩运的工作呢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符合美国的最低标准，但是呢，已经有更多人口贩子呢，还有串谋的官员呢，是面对着调查、提控和定罪的，也算是有在努力当中啦。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有很多人呢都对移工呢都带有这个有色的眼镜。我们希望呢，今天这支影片呢能够让看的朋友明白，没有人呢会特地大老远漂洋过海呢，背着债务呢，做着辛苦的这个劳动呢，来危害我们的国家和治安的。像是在之前的时候啊，不是农历新年嘛，有很多的移工呢就难得有这个假期呢，就在市区里面观光啦，就聚集在 KLCC 等等其他的这个 shopping mall， 结果呢就被人拍片上网说啊 ，KL 市区里面充满了外劳，让人有这个负面的印象。Hello， 有你这样子的思想的人呢，才让我们感到丢脸啊！移工也是人啊，平时他们很辛苦的在工作，在帮助这个社会去运转，好不容易可以放假去逛逛，却被品头论足，真的公平吗？那我们在新加坡工作的马劳是不是放假不可以去圣多沙？好啦，如果说你是不小心的啊，因为意识形态而有这样子的这个反应的话呢，以后就不要啦啊！我们大家都是人嘛，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都要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好吗？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马来西亚呢本来就是一个移工之国，100年前就有人从不同的国家漂洋过海来采矿啦、种植啦，100年后还是有人过来这里一样的种植，照顾我们的子女。而我们之中呢，有一些人又继续会往币值更高的国家移动过去，全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已。所以呢，希望我们可以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理解，多一点爱，才会让马来西亚变得更好哦。就像我们做荧光笔频道这样子，就是希望马来西亚变得更好吗？如果你喜欢我们做的这支影片的话呢，请点 like， 然后呢留言 subscribe 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喜欢。留言的部分呢，不知道今天这支影片有没有让你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或者是你有什么心情，曾经跟移工有过一些什么样子的相处，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踊跃的在留言区留言，我们都会去看的。好，那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只要每个月不到1杯奶茶的钱呢，就可以支持我们做更多的影片，更快出影片，还有走更远。对。当然，还没有 follow 我们的频道的朋友，可以去 follow 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都会有影片上架，偶尔还会有随缘片。我是莹莹，下支影片再见。